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来到我和半斤的旅行频道。半斤不在这里，我把他送去洗澡了，因为今天我和半斤就要出发了，所以说在出发之前呢，我要先把这辆车收拾一下，把我的东西都搬到车上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车子里面的那个箱子给替换掉。这是鸟屎嘛？这个鸟屎会有腐蚀性的，如果看到了要及时的擦，不然的话，那车漆都会被腐蚀掉。这个就是我原来用来放衣服的一个箱子，绿色的很长的箱子。坦克300它的后备箱的空间有点短的就导致我这个箱子太长了，要么就后备箱这个箱门关不上，后门关不上，要么就是那个椅子会被顶到，你看跟原来的差了很多，只能往前推，就是说它这个坐起来会很不舒服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只能到这个位置了。那边是正常的位置，这里就凸出来。并且呢，这个箱子太长了，也导致了半斤晚上睡觉空间比较局促，因为那个箱子呢会顶住他的屁股，所以呢，我就打算为了更充分的利用好这个坦克300后备箱的一个空间还有空高，所以呢，我打算把这个箱子给换了，换成那种比较宽一点，也要比较高一点的，就不要那么长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新买的箱子，一大一小两个箱子，正好呢我是测算过的，可以放进去。好了，这个长长的箱子终于可以把你给换掉了，占了我那么多空间。现在我就可以试着把这个空间给利用起来了，因为它比较高嘛，但是我不能弄得太高，因为这个箱子我到时候要抬起来的，就我睡觉的时候要抬到这边，所以说就大概这么高就好了。测量过，这个小的箱子呢，我是准备装一些日常的衣物啊，因为现在是夏天了嘛，就主要装一些夏天的衣服。然后那个大一点的箱子呢，就是装那冬天啊厚一点衣服啊，或者不常用的衣物放里边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先收拾一下。哇，好多衣服。而且这一次呢，我是特地换成抽拉式的、抽屉式的这样子的箱子，因为我经常会在箱子上面放东西，东西太多了嘛，比如说这样子，在这个箱子上面叠了很多东西，这样子。那我拿东西的时候，每次都要把盖子打开，这就很麻烦了，又要先转移上面的东西，所以呢就改成这样子抽屉式的，直接拉出来，这个衣物就方便取了。像这些厚的衣服都是为了御寒，直接放在最底下就好了。像是我夏天穿的这些短裤、短袖呢，就放在上面这一层，比较常用的。还有很多空间，还有很多空间多呢，所以说这两个箱子还是能装的东西蛮多的。好嘞，都装好了，把它给放上去就 OK 了。先放大的，大的东西用不着。咦，放不进去啊？哦，我当时量的不是这外边的距离，量错了。我量的是里边的距离，我忘了这是凸出来的，尴尬了。那这样子放的话，那我要从上边放了，从上边往下放，哎，里面是刚刚好的，严丝合缝，一点距离都没有多。你看这边，再看一下跟旁边的这个完全是贴合的，旁边这个箱子，这里也是已经挤进来了，没有位置了。诶，那我不是拿不出来了？我当时是在里面量的这个距离，就是在里面，它里面是比较宽的嘛，所以说现在就，哎呀，我这下面的衣服拿不到，但是那一边里边的空间倒是多了很多，这里边的空间，这个就可以放下来了。哎，你看这样子就放下来了，还有一拳的空间多，一拳的空间，小的先放上来再说吧。小的就可以很轻松的拿，虽然也是拉不出来，但是你往上翘一点，你看这样子日常衣服就可以拿了，只是说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方便，这样子就有点别扭，这样子拿衣服的话。但是空间是利用好了，毕竟它是增高了，缩短了，增高了。做事情太粗心了，忘了这一块东西。
换的我就不打算换了，因为今天已经是出发的时间了，就这样子吧。反正这个下面的衣物是比较少用到的，因为现在出发冷的天气应该比较少，都是夏天穿夏天的衣服，那我就往上翘一点，这样子拿吧。行了，就这样子了。然后这边还可以放东西，这边还有很长的一个空间可以放东西，把这桌子还有什么，还有椅子都放这边。然后呢，今天还到了这个我之前就买好了的遮阳板，但是你看它还有很大的一个尺寸对不上，这个不是我测量的问题啊，这个是厂家的问题。我今天装的时候我才发现它对不上的，为什么连这么一个热门的车型它都能做的尺寸对不上？我从来是没想过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。我现在需要把这个坐垫放下来测试一下，测试我这一边活动的插销给搬下来。好，这样就拔下来了，把这个坐垫拆出来。好，靠背打下来之后，这样子打下来之后，小的储物箱能不能放在前边当枕头用？哦，不行，我太高了。我还说这个空缺的空间能不能用它来垫一下？不行，这太高了。天气热的时候，我这个睡袋是用不到的，这样来垫上去。哼，把它给放在这个空间填充一下，这不就行了？但好像不太够，不太够的话，我拿其他东西。还有这个遮阳板、靠枕都可以拿来垫，到时候垫上就可以睡觉了。你看，这样子，哎，不就是枕头了吧？这样可以，方便。我把这个床铺一下吧，睡着试一下。哎，其实我这里就有个枕头了，我上车上去试一下，睡一下看看，先放到这里。然后这个排插我已经固定好了，就是装了一个插座之类的东西。你看这样子就固定，它不会乱晃了。晚上工作呢就插这里的用电就好了，然后这里就插在户外电源，这样工作起来就方便。然后这个箱子呢，我是打算把它放到这上面去的，看一下好不好放吧，试一下。好，你看，这就把箱子给搬上来了。上面还有很高的空间，我可以放一些东西，也可以放衣服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这个睡觉的空间，看一下有多大。哇塞，这个空间真的多了好多哎，反正脚是没有伸出去了。然后这旁边呢就是半斤睡觉的位置，只是现在被我放了被子，可以了，这样子睡真的够了。所以呢，经过这么操作一番之后，我就可以彻底能够在车里面睡直、躺直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呢，这关系到休息质量的问题。你看，我在车里面也可以坐直，超级棒，超级棒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哎呀，把它收拾回去。哎呀，这边呢是比较难插一点。所以至此呢，我的房车哦不对，我的床车就改造完毕了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虽然说是改造啊，但其实都是一些小小的改动，没有什么大的改动，基本上都是还是按照原车这样子睡在车里，只是说给它增长了一个空间。这个空间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重大，因为没有了它，我睡觉就睡不好了。现在应该可以去接半斤了。先出发，虽然那个挡泥板还没有收到，但是在路上收吧。我们准备去的是不是广西，是川西。目前我们想走一下川西，天气比较热，就不去广西了。之前广西没走完，就留给下次再走。先去把半斤给接回来，然后跟家人去吃饭去了。因为就要出发了，所以呢，请家人再吃一顿饭。哇，他们家的苏木好稳重啊，在这里守着门，哪也不去，太乖了吧你！跟半斤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好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啊，对啊，你看别人多稳重。来，交给我吧，谢谢，谢谢。你看人家，半斤，你看人家，带你走了，行不？
坐下。好嘞，乖。这个钥匙是否在车内？嘿，半斤洗完澡，毛发真的飘油了，特别香，特别香。好了，半斤，我们走了。因为那个餐厅不能带狗，所以说半斤只能留在家里边。不好意思了，半斤，我们吃饭不能带你。